半，我們已經抵達環球影城了。今天的這支影片呢，是想要跟大家一起來玩，就是我們今天只買了入場券，我們沒有買任何的快速通關，還有馬里奧入園的票，我們就是主打一個隨緣加現場抽。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來看看，在不買任何快速通關跟入門券的話，可以玩到多少個遊樂設施。今天呢是平日的星期二，是9月9號。那我們開始吧。7點半還沒到遊樂園門口，就可以看到滿滿的人潮，然後真的好熱哦。我們今天5點45分就起身了，然後7點半到環球影城，人已經真的很多，到底玩不玩得到呢？我記得2年前我去東京迪士尼的時候，我們好像是4點半還是4點半起身，然後6點半左右就到東京迪士尼了。那時候還在蠻前面的，可是現在2年後，感覺體力已經跟不上了。今天5點半起身，已經整個人就是一臉沒睡醒。現在就是慢慢的走入園區。我们終於進來了，現在想要往那個馬里奧園區衝。东起剛现在要去排那個 Single Ride。我剛剛玩完東起剛列車了，我覺得，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要排差不多2個小時半的隊，我是排 Single Ride 的。所以排到一半的時候覺得有點累，然後又有點餓了。但是我覺得還蠻好玩的。如果說要排2個小时半的話，我就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值得。如果少於1個小時或1個小时半左右，我覺得 OK， 還蠻好玩的啦，還蠻特別的。然後現在大概11點了，肚子有點餓了，所以我們就在附近買了一個包子，麵包裡面有炒麵的樣子。它裡面長這樣，我覺得味道蠻普通的，好像可以不用特別買。現在的時間是11點，我們避開中午吃飯的人潮，先到這個侏羅紀公園裡面的海賊王餐廳吃飯。我先生簡單的快樂，買得很低花，點了一個培根漢堡。剛剛在餐廳大概吃了一下，現在打算要來玩這個。趁現在中午時間，不知道排隊的人會不會少一點。我剛剛排那個飛天翼龍排到一半我就放棄，因為現在是正中午，然後它的那個排隊的地方都是完全沒有遮蔽物的，所以我覺得大家好像應該可以趁還沒有那麼曬的時候，先去玩那些沒有遮蔽物需要排隊的遊戲。我們現在要去玩哈利波特的園區，那邊的設施都有建築物，所以比較不那麼曬。我其實有跟我外甥女借了一套哈利波特的衣服，但是呢，因為真的太熱了，我完全放棄。今天就是穿最舒服的衣服過來。我們要進入哈利波特園區啦！我玩完了哈利波特的4D 的那個設施，我覺得超酷的。如果是哈利波特迷，真的會很愛。但是它的設施會暈，然後是4D 的動畫，所以如果怕暈的人可能就要斟酌了。我進去到出來，我覺得完全沒有20分鐘
我甚至連拍都忘記拍，然後就被叫把包包放進去 locker 裡面，然後這樣一路順，20分鐘內就出來了，讚！先生特別花了5400的日元買了这個杯子。其實蠻好喝的耶，什麼味道？有點像那個 A&W 的那個哦，因為它是冰沙，很解暑，買個好。我們原本準備要去看那個水世界3點，可是現在2點20分，然後看到這個大白鯊這邊只要20分鐘，所以就進來。我覺得排隊沒有到20分鐘，超快的。這是我第一次在夏天的時候來遊樂，真的跟冬天、秋天完全的不一樣，好熱啊！而且整個體感上啊，都跟冬天真的不一樣。冬天排1-2個小時也不會怎樣，但是夏天就是覺得10分鐘就覺得很不行。我們現在在玩我今天的應該是第4個設施，來玩這個小黃人的一個4D 的電影類的設施，應該吧，我也不太確定。反正看他30分鐘我就進來了。可以跟 App 綁在一起，我玩完了，它就是一個站着射擊的遊戲。我覺得如果你很累的話，可以 pass 掉這個遊戲，因為蠻累的。因為你是全程站着，我原本以為是要坐着。下一個遊戲我要來玩那個小小兵的乘車遊，因為它也有 single ride， 所以想說可以去試看看。正式進入小小兵園區。剛剛本來要去玩那個小小兵的乘車遊，可是他今天沒有開 single ride，所以呢我就沒有排。現在呢想要先去吃飯，吃完飯之後再看看有哪些遊樂設施比較少人可以去玩的。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馬里奧園區裡面的一家蘑菇餐廳，隨便吃個晚餐，因為我還有幾個遊樂設施還沒有玩，像是酷巴還沒有玩，耀西也還沒有玩，還有 Harry Potter 裡面的一個過山車也還沒有玩，還有那個飛天翼龍也還沒有玩，還有3-4個還沒有玩。還沒有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中午排隊排太長，然後都沒有遮蔽物，所以非常的曬。反正今天的園區開到9點半，那就一切隨緣。點了一個蝦仁蛋包飯，奶油口味的蛋包飯，蠻香的。以園區裡面的食物來說，不會難吃。海賊王那家餐廳的話是2600，可是要自己找位置。可是這家蘑菇餐廳的話，我們晚上來的時候是他會協助帶位置，所以不用自己找位。那蛋包飯的價錢是2400，感覺好像可以來這裡，這裡的 CP 值比較高。現在是5點24分，來玩耀西，現在太陽比較沒有那麼曬了。酷巴的挑戰輸了，
我覺得我有點玩得莫名其妙。它就是結合設施跟4D 的玩賽車的遊戲，我玩到最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，但整個體驗感是蠻好的。我晚上的時候玩完庫巴，就去玩那個飛天翼龍跟小小兵的乘車遊，我覺得都蠻好玩的。飛天翼龍真的很讚，我真的超級喜歡。一剛開始呢有失重感，後面就 OK 了。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，在没有買任何的快速通關的情況下，我們總共玩了8個遊樂設施。之後如果有時間的话，再出一集攻略跟大家分享夏天在那個環球影城要怎麼玩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裡啦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記得幫我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、開啟小鈴鐺。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吧，拜拜。